Hello， 大家好，今天我要来做这台车的遥控器。那这一台车买来的时候只有钥匙，而且当时买来的时候有2把钥匙，所以要开关门很麻烦。那后来我把全车锁换掉了，就剩1把钥匙。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我换全车锁那一集影片。那因为这台车买来的时候只有钥匙，没有遥控，那要开关门就很不方便，就一定要拿钥匙。那所谓科技始终来自于懒惰，那我们要开门当然是用遥控最方便。那我有上网研究了，它有卖直上的防盗遥控器，就是主机直接插上德利卡上面的排线就可以使用了。那我们身为省钱的 DIY 达人，当然不会花那个1-2千块去买那个防盗器，所以我就去跟人家要了不要的遥控器。它的遥控器是长这样。那这种遥控器它就是很简单的控制开跟关，它没有防盗功能。那这个遥控器是其他卡友换下来没有要使用的，当然不可能这个遥控器可以控制我这台车嘛，它一定要做一个配对的动作。那我们先把遥控上面的接收主机给拆下来，然后再来看一下要怎么配对。好，那个遥控器的接收主机在油门踏板的上面这边那一个黑色的盒子就是了。那我先把它拆下来，再跟大家讲解要怎么拆。好，我们把这个遥控接收主机拆下来了。你看它后面有这个2个塑胶这边。然后它车底下是一个弯90度角的一个铁片，这个接收主机就铁片这样直接插上去就好了。然后我第一次拆的时候不知道那个铁片可以这样插进去，就是往右移就拿下来。我还把那个铁片下面的螺丝整个拆掉，搞了很久，然后原来是扣上去而已。好，那我们主机拆下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内部。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遥控器跟这个接收主机。那我们要先拆开看里面晶片的编码，才有办法下去做配对。那我们就先拆开。好，我们把遥控器跟主机拆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就是继电器，然后一些电阻跟它的 IC 就是晶片。那这边黄色这一块就是它的编码的接收器。那这种电子的东西啊，实在是非常的复杂，我上网就是看了很多文章，然后研究了非常久。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接收主机上面这个晶片上面有编号 PT2272M4， 然后遥控器上面它的晶片就是 PT2262， 我们把这个纸撕掉就可以看到，有没有？遥控器上面的编码晶片就是 PT2262， 那这个 PT2262 编码晶片跟这个 PT2272 解码晶片，它们是一对的。就是当遥控器发射一个讯号，然后经过这个 PT2262 编码之后，然后传送到接收主机上面，经过这个2272解码之后，就可以控制这边的继电器，然后去做相对应的动作。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遥控器上面 PT2262 的脚位，把它重新焊接，跟我车上这一块接收主机的脚位给它焊成一样，这样就能进行配对，就可以控制我车上的这个接收主机。那我们先大概讲解一下它的原理，然后那个比较专业的有一些文章，如果有兴趣的，我会放在下面影片描述栏，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好，我们先看一下遥控器这个 PT2262 的晶片，它总共有18只脚。我们看到下面1、2、3、4、5、6、7、8、9，然后上面有9只脚，总共是有18只脚。然后这是它的背面，它上面一排脚是在这边，然后下面一排脚
就是下面这边有焊锡的地方这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印刷电路板。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收主机的2272晶片，它一样也是18只角，1、2、3、4、5、6、7、8、9，下面9只，上面9只。然后我们翻过来看，上面的9只角是在上面这边，然后下面的9只角焊接的位置是在这边。好，那我们刚看到这个226跟2272，它总共有18只角，每个角位都有它的功能。那详细每个角位的功能我就不细说，就一样文章的连结在底下描述了。有兴趣想要研究的话，可以自己去看。那我主要是教大家怎么去配对这个遥控器跟接收主机。那我们要应用的就是这个晶片下面的这9只角。那我们要进行配对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它的编码的数字。那我大概讲解一下它编码的原理是什么。好，那个2272的晶片下面9只角就是在中间这一排，然后下面这一排是负电，上面这一排是带正电。然后如果它的角往下焊接连到负电的话，我们一般用-1做代表。像第2只角这个，它没有焊到上面，也没有焊到下面，它就是没有电位，我们就以0代表。所以这就是-1、0、0。然后第4只角，它往上焊接到正电位的地方，就是正1。那我们画一下图跟大家讲解，这样会比较清楚。那我们看到这个2272的晶片，它总共有9个角位。下面那个印刷电路板下面这边是负电，然后上面这边是正电。那第一个角位我们不管它，第一个角位它就是引负电进来的。然后后面8个角位，如果是往下接的话，那就是-1；往上接的话就是正1。那如果两边都没有焊接的话，我们就用0来做代表。像这个如果往下就是-1，往上就是正1。然后除了这8只角之外最旁边这边还有2个震荡电阻，它一样也是有正1、-1跟0。好，那我们刚讲的就是第1只角在这边，我可以看到第1只角对上来就是这边。第1只角它是接负电，我们不理它，我们从第2只角开始看。第2只角它是往下接，所以是-1；第3只角上下都没有焊，所以是0；第4只角也是0；第5只角往上焊正1；第6只角往下焊-1；第7只角上下都没有焊0；第8只往上正1；第9只往下焊-1。然后旁边这2颗就是它的电阻。这2颗，第一个往上焊正1，第2颗往下焊-1。好，那我们讲完它的原理之后，我们先把它每一个角位的编号先给它写下来。好，我们把接收主机的8个角位加2个震荡电阻的编码都写在这边了，总共有10个角位，然后每一只角有3种可能，就是0、正1跟-1，所以它总共有3的10次方的编码可以使用。那我这个接收主机的1到10的编码就是-1、0、0。正1、-1、0，正1、-1，正1、-1。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把遥控器上的2262的晶片的角位焊接跟这一组编码一模一样。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遥控器上面的
印刷电路板。那这个就是9只脚的第1只脚，这个接附垫我们不管它，我们要看的就是从第2只开始算，2、3、4、5、6、7、8、9，我们要的就是后面这8只脚位，然后还有上面这2点，这个跟这个就是接收器上面的震荡电阻的位置，就这2个电阻。所以遥控器上面一样是8只脚，8个马位加上电阻2个马位，就是8加2，总共也是10码。然后这个遥控器它跟接收器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负电是在上面这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印刷电路板呢，有没有这个很细的线，负电从上面连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每脚位都有负电连下来，然后这边有刮掉的痕迹，中间这边也有，还有这2点跟电阻这边都有把这个印刷电路板刮掉的痕迹。好，我刚刚给你们看到这个遥控印刷电路，它就是有被划掉的痕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遥控器出厂的时候啊，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每一只脚都是接到负电上面，就是靠这个印刷电路板接到负电上面。然后当你要跟主机配对的时候，你不需要去焊接，你只要把印刷电路板刮掉，就能去配对。比如说第1只脚一开始是接到负电嘛，你只要把负电的印刷电路板划掉，它就变成正电。那如果是0呢，就是把上下2点中间的印刷电路给它刮掉。那我们画个图给大家看一下，会比较清楚。好，我们假设这个是2262的8个脚位，然后这个遥控器出厂的时候，每一颗遥控器都是一模一样的，上面已经把它的脚位每一个都带上负电了，它就是这样子。接下来，上面这一排是负电，遥控器是上面是负电，它是这样子连接下来。那当我们要跟主机配对的时候，假设第1个脚位是-1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去动它，它一开始都是-1。那如果第2个脚位是正1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印刷电路板上面这边给它刮掉，它就会变正1。那如果是0的话，就把这2点中间这一点给它刮掉，它就会变成0，就以此类推。看你8个脚所对应的电位是什么，你就去刮印刷电路板的位置。好，那我们知道它的原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焊接它的脚位做配对。那这块接收板呢，是我另外一台德利卡上面的接收板。那之前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有把遥控器的脚位焊接成跟这一块接收板的编码是一样的了。那现在我要先把遥控器上面的焊洗先给它清除掉。好，我们把那个遥控器上面的焊洗都给它清掉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把遥控器跟这个接收板上面的脚位编码给它焊成一模一样，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把遥控器跟接收主机的脚位已经焊成一模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上面有
13根拼角，然后上面有编号，编号1的这边是正电，然后编号8这边是负电。给它通电测试一下。哎，有了，有听到继电器的声音吗？我拿近一点给你们听，有没有听到继电器的声音？可能听不太清楚，我接上个灯看看好了。好，我在那个接收器的继电器这边接上了一个小灯泡，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这样应该会比较清楚。有没有？再试一次。现在这个主机跟遥控已经成功配对了，然后控制的时候继电器也会做动了。好，接下来就是要来拷贝这个遥控器。那为什么要拷贝这个遥控器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这个遥控器只有一个，如果这个遥控器坏掉之后，你没有事先copy一个遥控器的话，你的接收机就没办法使用了，你就要再想办法去跟人家要一个这个原厂的这个遥控器，才有办法去做配对。因为它上面的晶片2262是配它2272，它们两个是一对的。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我配对完之后 ，copy 一个新的遥控器，这个新的遥控器就是我这一台车在用的。然后这个遥控器我还可以去 copy 我另外一台德利卡，它也一样是没有遥控器，我一样要用这个原厂的遥控器去配那一台德利卡的接收主机的编码之后，配完之后再去 copy 一个遥控器，所以这个原厂的遥控器是很重要的。等我配完之后，这个就是要放在家里备用。好，那我们来 copy 遥控器吧。那我选的这种遥控器是遥控器上面有带这个钥匙可以弹出来，这个可是他买的时候上面是没有钥匙的。等我 copy 完之后，然后再去外面的钥匙店，让他们把钥匙打完，然后装在这个上面，将我遥控器跟钥匙就可以合为一了，就不用带那么多。我2台德利卡就要2个遥控器，2把钥匙，就是一大串，还有家里的就很麻烦。那我们先来 copy 遥控器。好，现在我们要用这个遥控器拷贝机，先来读这个要被拷贝遥控器的编码。好，现在我们把那个原始遥控器的编码已经读取好了，接下来就把编码写入这新的遥控器，这样就好了。好，这样就好了，很简单。好，那我们把遥控器复制好了，旧的遥控器。新的遥控器，有听到它关上又打开的声音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我们看一下遥控器，有没有听到关门的声音又打开？可是主驾驶座这边完全没有动。给你们看一下副驾驶座比较清楚。我们看一下副驾驶座这边。我按关的时候，它确实是有关上，可是它马上又跳了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它关上马上又跳起来，然后主驾驶座这边是没有动作的。我在想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接收器是坏的，第二个就是主驾驶座这边的主控马达是坏的，因为所有的门是跟主控驾驶座这边的马达是联动的。当主驾驶座关的时候，它就关，有没有听到？拉开的时候就开。我现在手动去拉它，其他门是有动作的，所以这个主驾驶座的这个主控马达可能也没有坏。那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线路有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我们等下次检修的时候再拍影片跟大家讲解好了。那今天制作遥控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集见，拜拜。